健康永驻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昌。过去我在公所社会课服务多年，处理长辈福利事务。今天想和大家谈一件至关重要却常被误解的事：台湾的身心障碍证明。这并非不光彩的标签，而是能为家庭每月增加几千至数万元合法补助的关键。许多长辈一听到身心障碍，便摇头拒绝，认为那是给严重残疾者的。但请您打开心门，接受新观念。现今的证明已从过去残障手册转变为评估身体功能障碍，好比车辆年检，目的不是贴上烂车标识，而是检查引擎、刹车等功能，以便保养维修，让车能继续安全行驶。我们的身体正如使用多年的爱车，这张证明就是一次身体年检，找出功能退化处，让政府提供精准支持。据统计，全台已有超过120万人持有此证明，但预估符合资格者可能超过150万。这中间约30多万家庭，常因不了解或旧观念而未能申领，每月损失可观补助。如果您或家人年过65岁，常有身体疼痛、记性差、视听退化等状况，请务必留意，这可能是您应得的权利，是社会对您一生付出的回馈。申请证明无关占便宜，而是正当使用社会支持系统。接下来，我将依据最新鉴定标准，简要说明8大类常见状况，请您对照参考。我们先来说第一类，叫做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这包括大家常听到的失智症、中风后留下的后遗症，还有严重的忧郁症等等。我举个真实例子，我以前一位老邻居，身体一直很硬朗，但这2年家人就发现他不太对劲。明明刚刚吃过午饭，过了半小时，他又问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最吓人的是，有一次他去楼下那个走了几十年的超市买东西，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后还是好心的警察把他送回来。朋友们，这就是失智症很典型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对时间地点搞不清楚，判断力也变差了。在台湾，像这样的情况每年新增好几万例，但懂得去申请补助的家庭连一半都不到。除此之外，中风之后，如果有一边手脚不太灵活，或者讲话不清楚，再或者是严重的忧郁症，让人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连门都不想出，饭也不想吃，生活没法自己打理，这些都属于神经系统的问题，完全可以去申请评估。第2大类是感官功能障碍，主要就是眼睛和耳朵的问题，这跟咱们长辈的日常生活关系太密切了。眼睛方面，很多长辈看报纸、看手机，要伸得老远才看得见，或者就算戴了老花眼镜，看东西还是感觉雾蒙蒙的。这可不单单是老花眼哦，很多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青光眼、白内障导致视力严重受损。我认识一位伯伯，糖尿病很多年了，后来视力变得很差，药瓶子上的小字根本看不清，有好几次差点把降血糖药当成胃药吃下去，非常危险。后来去检查，他最好的那只眼睛矫正后，视力都不到 0.1。这种情况，申请视觉障碍的证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耳朵方面呢，如果跟家人讲话常常鸡同鸭讲，需要对方在耳边大声喊才听得见，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声音要开到邻居都来敲门抗议，那这种听力退化的状况也完全符合申请标准。接下来的3到第6类是身体内部器官的功能障碍，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其实就跟咱们长辈常见的很多慢性病息息相关。这里我一定要用最大的声音告诉你，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接受长期的洗肾，那么你申请通过的几率几乎是100%。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全台湾竟然还有将近30%的洗肾朋友不知道有这个权益可以申请。我一位朋友的爸爸就是因为洗肾，每周要去医院2-3次，光是来回的交通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上洗肾后体力变差，需要买很多营养品来补充，家里经济压力一下子变得非常大。后来申请到证明之后，不仅交通费有补助，每个月还有固定的生活补助金，整个家庭的担子一下子就轻了很多。除了肾脏，我们再看看其他器官。心脏方面，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脏病，比如装过心脏支架、心率调节器，或者心肌梗塞之后变得很容易喘，走几步路
爬半层楼梯就心跳加速，上气不接下气，这也可能符合标准。呼吸器官方面，最常见的就是肺阻塞，如果平时就需要靠着氧气机来呼吸，或者活动一下就像跑了100米一样喘，连自己穿衣服洗澡都变得很困难，那也请一定要去试试看。肝脏方面，比如严重的肝硬化、肝癌等等，这些疾病不仅治疗辛苦、花费大，也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和工作能力，通常也都在申请的范围内。第7类是肢体障碍，这是大家最容易理解，但也最容易自己吓自己的一类。很多人以为一定要到截肢或者必须坐轮椅的地步才算，错了，大错特错。我有一个亲戚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因为长期站着上课，膝盖关节退化得非常严重，现在是走一步痛一步，上下楼梯更是苦不堪言，出门买个菜一定要靠着助行器，走不到100公尺就得停下来休息，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后来他听了建议，去骨科做了鉴定，现在不仅每个月有补助可以领，政府还补助他换了一台更轻便、更好用的助行器，甚至还派人到他家评估，把浴室的门槛给打平了，装上了安全的扶手，让他生活的安全和品质都大大提升了。所以大家看，像这样因为关节严重退化，需要依赖拐杖或助行器才能走路，或者因为中风，一边手脚虽然还能动，但就是使不上力，动作很不方便，甚至是严重的腰椎、颈椎问题，导致弯腰转身都很有障碍。这些统统都属于肢体障碍的范畴，千万不要自己先画地自限了。最后一类是其他障碍类别，这包括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或者同时有好几种障碍的多重障碍情况。听我这么详细的讲完这8大类，大家心里是不是有点概念了？是不是发现原来这张证明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几乎就是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量身定做的？那听到这里，可能又有朋友要问了，张先生，你说的是很好啦，但是申请起来会不会很麻烦？是不是要跑很多机关，准备一大堆文件，想到就头大？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整个流程啊，比你想的要简单得多。你只要记住一个口诀，先看医师，再跑公所，最后领证。我把它拆解成4个清清楚楚的步骤，保证你一听就懂。这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找对医师说对话。很多人失败就是卡在这第一步。你一定要记住，医师是整个申请的守门员，但他们通常非常忙碌，不会主动问你要不要申请福利。这不是医生不关心你，是因为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诊断和治疗，社会福利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所以你必须自己主动出击。怎么做呢？轮到你看诊的时候，不要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跟医生说，医生，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比如膝盖痛到走不动，或者是记忆力变得这么差，是不是可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来做鉴定呢？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明确地讲出我想申请身心障碍证明这个目的，千万不要只是说我家经济不好，或者听说有补助，这样医生可能无法立刻理解你的需求。同时，挂对科别也很重要，失智、记忆力问题，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关节退化、行动不便，看骨科或复健科；眼睛看眼科，耳朵听不清，看耳鼻喉科；心脏问题，看心脏内科；洗肾的朋友就是看肾脏科。如果不确定，就先挂家医科，让家庭医师帮你做初步判断和转介。提出申请后，除非是像截肢这种非常明显的状况，否则医师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观察期，这是为了确认你的状况是持续性的，不是暂时的。这段时间你一定要乖乖配合医师的治疗，按时回去复诊，让医生能充分了解你的情况，这样他写出来的评估报告才会最准确、最有帮助。第二步就是带好证件前往区公所，当医师评估后，认为你的状况确实符合申请条件，他会告诉你可以开始跑流程了。这时你只需要准备3样东西，最近的1寸照片、身份证正本，还有印章，然后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区公所，找到社会课或社政课的柜台，进去之后直接跟工作人员说，您好，我要申请身心障碍鉴定，承办人员就会给你一份身心障碍鉴定表，
并且在这份表格上盖上公所的官方大印。这份表格是宝贝，你一定要好好收着。如果对后续流程有什么疑问，比如大概要等多久之类，趁这个机会一次问清楚，他们都会很乐意帮你解答。第3步是回到医院完成专业鉴定，拿着这份盖好官印的鉴定表，再次回到你原来看诊的医院，交给你的主治医师。接下来你会经历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全面的团队评估，这不只是医生一个人说了算，医师会负责你疾病和身体功能的专业判断，物理治疗师可能会请你走走路，做几个动作来评估你的肢体功能和平衡感。职能治疗师会问你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自己穿衣服、吃饭、洗澡有没有困难，来评估你的自理能力。社工师则会跟你聊一聊，了解你的家庭支持和社交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请务必100%诚实，不要因为觉得不好意思、爱面子，就故意跟评估人员说我还可以，没关系，没那么严重。他们都是专业的，看过各种各样的状况，绝对不会笑你或者看不起你。你越是诚实，把最真实、最困难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就越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对于你最后能拿到最适合你的补助等级是至关重要的。第4步就轻松多了，叫做耐心等待，领取证明。所有的评估都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安心回家了。医院会用正式的公文把你的鉴定结果送到你户籍地的卫生局和卫福部去进行最后的审核。这个过程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家里耐心等待，通常需要1到1个半月的时间。一旦审核通过，你就会收到区公所寄来的正式公文通知。这时候你就可以带着这份通知、你的印章和身份证，高高兴兴的去区公所的社会课，领取那张对你未来生活至关重要的身心障碍证明了。证明拿到手，才是好戏真正开始的时候。怎么把这张证明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呢？根据卫福部的资料，身心障碍者可以申请的补助项目林林总总超过30种。我挑几个对咱们长辈最实用、最有感的来说给你听。第一个就是生活补助金，这是最直接的现金帮助。依照你的障碍程度和家里的收入情况，政府每个月会固定把一笔钱汇到你的户头里，从几千块到上万块都有可能。这笔钱你拿来买菜、付水电煤气费，都能实实在在的减轻生活的压力。第二个是医疗补助，这对需要经常跑医院的长辈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以后你去诊所或医院，挂号费可能全免，或者只要付一半。住院时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费用也能获得减免，这样1年算下来，光是医药费就能帮你省下好几万块。第3个是交通优惠，让你出门更轻松。有了这张证明，你和一位陪你一起出门的家人，搭乘捷运、公车、火车，甚至高铁，通通都可以享受半价或者免费的优惠。对于那些需要定期回医院复诊治疗的家庭来说，这笔长期省下来的交通费是非常可观的。第4个是租税减免，省税就等于是赚钱，包括每年的综合所得税、家里的房屋税、地价税等等，都可以申请不同程度的减免。不仅是你本人，照顾你的子女在申报所得税时，也可能可以享受到抚养亲属的特别扣除额，这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好消息。第5个是我个人觉得最贴心、最实用的居家照顾和辅具补助。政府可以补助你购买各种需要的辅助器具，比如轮椅、助听器、拐杖或者助行器等等。更棒的是，还有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补助。政府会派专业的评估员到你家里来看，看看浴室是不是需要加装扶手，地板是不是太滑需要改成防滑的，门槛是不是太高需要打平。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在最熟悉、最自在的家里住得更安全、更舒服、更有尊严。在这里，我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政府给的身心障碍福利和另外一套长期照顾的服务是2个独立运作，但部分服务内容有重叠的系统。比如说居家服务，这2个系统都有提供，但是政府有规定，同样的服务项目，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对你最有利的方案来申请，不能够两边重复领取。所以在你开始申请任何具体服务之前，
我强烈建议你先到区公所的社会课，或者打电话到当地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做个咨询，让专业的服务人员帮你把所有的福利项目摊开来，仔仔细细的算一遍，看清楚到底是申请身心障碍的补助比较划算，还是申请长照 2.0 的服务更适合你现在的状况。千万不要自己闷着头乱申请，结果反而领的比较少，那可就亏大了。各位健康永驻的朋友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非常多，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我帮大家做个总结，并且提出3个最重要的提醒，这直接关系到你的福利能不能持续，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上。第一，观念一定要更新。身心障碍证明是身体的功能评估，不是给人贴标签，目的是为了提供支持，让咱们的晚年过得更安心。第二，申请门槛比你想的低太多，很多我们以为的正常老化，比如关节退化、走道痛、失智、洗肾、严重听力、视力衰退，都可能符合资格。第三，申请要主动，流程不复杂，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步，要主动明确地跟你的医师提出申请需求。第四，福利非常全面，从最直接的现金到看病、交通、税金、居家改造的补助，能全方位地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好，下面是3个最重要的提醒，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听。第一个重要提醒，千万注意证明的有效期限。拿到证明后，第一件事就是用红笔把上面写的有效日期大大的圈起来，并且立刻在你的日历上或者手机里设定好提醒。很多证明不是永久有效的，可能只有3年或5年。你一定要在证明到期日之前的3个月就开始准备重新鉴定的手续，流程跟第一次申请是一样的，绝对不要等到过期了才想起来。一旦证明失效，所有的补助和福利都会立刻中断，这叫做福利断层，对家庭的生活影响会非常大。第二个重要提醒，就算是永久有效，也要记得换证。如果你的证明上面写着永久有效，恭喜你，这代表你不需要再回到医院去做那么复杂的鉴定了。但是政府规定，每5年还是要换发一次新的证明，这个手续比较简单，只要带着旧的那张证明和相关文件到区公所去办理就可以了。但是这件事绝对不能忘记，忘记了福利一样会停下来。第3个重要提醒，随时寻求专业的协助。这些福利政策和规定每年都可能会有小小的调整，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打电话或者亲自跑一趟你户籍地的区公所、社会课，也可以拨打卫福部的免费咨询专线，他们就是第一线为我们服务的承办人员，最了解最新的规定，所以请大胆的去问，放心的去咨询，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朋友们，能够看到这里，我相信你对身心障碍证明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完整、非常清楚的了解了。它绝对不只是一张薄薄的纸，它代表的是政府和社会对我们每一个在人生路上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身体开始需要一点支持的长辈所伸出来的一双最温暖、最实在的手。人生的这个阶段，身体机能的退化是我们很多人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这一点都不可耻。请你一定要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单的奋斗，在你的身后有一个完整的、准备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正等着要上来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今天德昌讲的这些内容对你自己或者对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真的有帮助，请你务必帮我按个赞。更重要的是，请你动动手指，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家族群组，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每一个你关心的社群里面。你这一个看似小小的动作，很可能就能彻底改变一个家庭的困境，唤醒一份沉睡的权益。我们要记得，在人生的这个黄金阶段，聪明地运用政府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这绝对不是依赖，而是一种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更有品质的智慧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携手走向更安心、更快乐的晚年。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们下次再见。